1999里众多不同的口音深受玩家的喜爱，这里面也包括中文口音。甚至当初曲娘在国际服上线时，因为语音里没有夹带中文，让国际服玩家大呼失望。那口音究竟有什么魅力？只是一种单纯的陌生新奇感，或者是文化滤镜吗？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不同口音的发音、语调和语速如何影响我们的听感，以及中文口音有时候听起来很生硬、不够流利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大家好，这里是蒙达里昂，今天我们聊聊口音的魅力。口音里最容易识别的特点就是语速，所以我们将语速作为切入点。提问：你觉得中文的语速属于快的还是慢的？属于慢的，而且是非常慢。一门语言的语速受到语言的信息密度影响，什么意思呢？就是表达同样的内容，如果语言传达的信息含量很高，句子很短，那我就可以说得很慢；而如果语言的信息含量很低，句子很长，那我就需要说得很快。这是一种补偿机制。根据里昂大学的一项研究，汉语是信息密度第二高的语言，仅次于越南语。汉语在一个音节里表达的信息比西班牙语高出近 50%， 比日语高出将近1倍。所以外国人看中国人讲话总会有一种慢条斯理的稳重感，而中国人看外国人讲话总会有一种为什么你们这么急的感觉。而相比中文口音的稳重感，英式口音给人的感觉则是优雅感。有人会觉得英式口音所谓的优雅高贵是装逼，是文化滤镜，其实不完全是，因为英式口音也是一种慢速口音，而且没有卷舌音，再加上清晰的重音，有一种规整的流动感，所以听起来比较优雅。 The reason I quit? Because someone must be prepared for the worst case scenario. And because I was tired of freeze-dried noodles. 但有一种慢速口音则比较特别，它听起来既不稳重也不优雅，反而有点可爱，那就是德语口音。我个人对德语口音的看法可能跟主流观点不太一样，主流观点倾向于将德语口音的听感描述为硬朗，但我个人一直觉得德语口音很可爱，因为德语口音里有大量的喉塞音，导致音节之间有明显的停顿感，再加上大量的擦音、塞音、唇齿音，给人一种婴儿牙牙学语的感觉。 Stay close with me then, and don't let Sonetto see you. It would be best if he solved this without any interference from a third party. 每次我看见这两个女人，虽然她们一个能要我的命，一个撞出一堵墙，但一听见她们说话，我总觉得她们是可爱的宝宝。有一种慢速口音的风评则比较两极分化，那就是澳洲口音。澳洲口音的元音偏厚偏长，而且很多辅音会被弱化，有人会觉得这种听感慵懒圆润，但也有人觉得听起来含糊不清。You smelled it. This is how you would smell if you were a part-time cook at a barbecue party of 20 people. Smells like pepper and basil. 因为澳洲口音的这种独特性，甚至诞生过一些奇奇怪怪的传说。比如有一种说法是，以前澳洲苍蝇很多，澳洲人讲话嘴巴不敢张太大，所以形成了这种发音方式。还有一种说法是，一开始到澳洲的人都喜欢喝酒，所以讲话都带有酒醉的模糊感。不过这些不是严谨的科学证明，大家图一乐就好。讲了这么多慢速口音，那快速口音呢？快速口音有一个很棘手的问题，那就是音节会变得很短，会让人感觉你不是把话说出来，而是把话吐出来，容易有一种咄咄逼人的感觉。最典型的就是日语。あなたはご自分の心の中に思っていることを私に言わせ、私のせいにしてご自分の良心の呵責を少なくしようとなさっているだけですわ。でもそれであなたの気が済むなら結構。日本人讲英语的时候，语速倒没有那么快，但受日语习惯的影响，语调比较平缓，没有很明显的抑扬顿挫，再加上等长的音节读法，有一种咔嗒咔嗒的机械感。For my survival, I did something that resulted in me getting this accessory. 不过日语会使用语气去弥补语调，日本人说话经常带有大量的语气助词，再加上二次元的文化影响，因此也有很多人觉得日语的听感很可爱。但有一种快速口音听起来却十分的温柔，那就是法语口音。法语有着非常独特的连诵机制，你可以理解为连读，法语里有大量的连读。如果说德语是有明显的停顿感，那法语就是没有停顿感，极其顺滑。再加上法语的重音很不明显，给人的感觉就像是在你耳边呢喃细语，有一种亲密感、暧昧感。 There I passed hours writing to Agnes. Without fail, the clouds would part by the time I sealed the envelope. 'Twas as if God himself did urge me to cross the boulevard once again, to drop the letter in the mailbox. 是不是听得你耳朵痒痒的？当然，某些角色的亲密感和暧昧感，可能就不只是法语口音的问题了。既然聊1999，有一种口音就不得不提了，那就是俄语口音。俄语口音的速度偏中等，对于很多人来讲，俄语口音最明显的特点就是弹舌或者叫颤音。此外，俄语的元音和辅音都有着明显的强弱变化，再加上复杂的语调，俄语在听感上有一种极强的节奏感。
I once visited a shop in Leningrad. They had a brooch there with this great big ruby on it. I must have stood in front of the window for an hour trying to fit myself into its reflection. 而另一种中等速度的口音不仅有节奏感，甚至还有旋律感，那就是意大利口音。意大利语有着密集的元音，而且几乎不做读，再加上规律的重音位置，听起来清晰流畅，宛如歌唱一般。不过1999里的意大利口音褒贬不一，包括巴卡洛尔在内的很多意大利背景角色口音都不太明显，只能说小语种的配音演员确实不好找。如果想感受纯正一点的意大利口音，可以去听听狼群的。 You know what? Rain can wash away many things. Tire marks, footprints, bloodstains, let alone some dying message written in blood. Anyway, I do love rainy days. 1999最新的 3.5 版本，故事背景在墨西哥，墨西哥的主要语言是西班牙语。1999此前也有西班牙语口音的角色，比如虚构集。虚构集的西班牙语口音不算特别明显，但我个人非常喜欢，它的语速偏慢，发音清晰流畅，听起来很悦耳。西班牙语分布范围巨大，而且南美内部的地域文化差异显著，所以西班牙语的口音分支非常多。新版本的剧情我还没过，我很期待新版本的角色在口音上会有什么惊喜。看到这里，有观众可能意识到一个问题，我好像比较推崇慢速口音，是慢速口音天然比快速口音更好吗？倒也不是，本质上取决于你处理的方式。我在星象文案鉴赏那期视频讲过一个观点，语言本质上也是一种声音，这个世界上任何可以发出声音的东西都适用音乐的定律。慢速的音乐重点在细节，在流畅性，在清晰度，否则听起来就会很空很拖拉。而快速的音乐重点在律动和变化，否则听起来就会很平很无聊。所以不管你讲的是什么语言，如果你的语速比较慢，你的气息一定要稳；如果你的语速比较快，你需要有更明显的轻重缓急节奏去加强表现力。前面我提了中文口音，有人会觉得中文口音听起来很生硬，当然这里面可能有母语羞耻的成分，而且中文口音的慢语速容易让人产生一种不流利的感觉。但更重要的还有一个原因，中文是声调语言，依赖的是字词的音高，英文是语调语言，依赖的是句子的节奏。这两种模式某种程度上是冲突的。如果你习惯了中文字词音高的读法，你去读英文容易处理不好当词的重音位置，也比较难读出英文句子的节奏感。你知道周杰伦为什么要把歌唱得含糊不清吗？因为他的曲风基于 R&B 和嘻哈，这两种曲风都源自英文，也是为英文而设计的。中文唱词突出的音高变化会影响这一类音乐的律动，所以周杰伦用模糊的唱法降低了中文字词的音高变化，然后融合进英文曲风的节奏里，简直是天才。中文讲究暗字行腔，讲究抑扬顿挫，这是中文的美感所在。但如果你追求讲一口地道的英文，你可能需要先忘掉这些东西。近年来中文口音的风评其实一直在提升，这也是得益于华人国际形象的提升。因为现在很多高精尖行业，华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强，在某些行业你带中文口音是会被认为更专业的。现在很多二友也喜欢讲文化输出，但我更喜欢的说法其实是文化交流。我们之所以喜欢听不同的口音，是为了欣赏差异，欣赏这种真实感，而不是为了比较高低，更不是为了同化他人。我觉得英语作为一种国际语言，其实并没有什么绝对的标准口音，大多数人也不会因为你带口音就觉得你水平不行。前面我提了曲娘的例子，深蓝在曲娘身上走过一些弯路，在很多1999角色的英文语音里，除了带有口音，经常也会直接夹带几句母语的语音。喂，靚女，一齊出去 wet 咯，成晚流流長，唔好嘥咗佢啊嘛。但曲娘不僅配音用的是標準的美式英語，而且在國際服上線時，英文語音裡沒有一句中文。這個事情激怒了國際服玩家，最後深藍華貴改回來。我可以理解深藍這樣做的一些原因，因為1999雖然在國服熱度還不錯，但在國際服的熱度並不是很高，他們可能想通過一些更標準化的做法去嘗試擴圈。因為現在主流的二友英語配音大多是標準的美式口音，我猜他們對日服的海報可能也是同樣的想法。鑑於現在國際服的熱度，做出這樣的選擇倒也無可厚非，換成我可能也會這麼做。但從國際服玩家的反應來看，很多人並不是為了標準化才來玩這個遊戲的。我覺得1999真正的魅力在於它能夠大膽的去展示差異，不管是各種真實的口音，還是特立獨行的海報，還是人外的角色設計，多樣性永遠是一種財富。我覺得文化繁榮真正的標誌在於你不需要去輸出，也不需要去迎合，而是可以坦然的欣賞以及交流。